本期周报将为你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3篇报告。第一篇，美国智库建议进一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第二篇，美国智库分析美日经济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第三篇，法国智库提出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互补。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篇。美国传统基金会4月5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是美日峰会为加强安全合作提供机会。这篇报告认为美日同盟关系呢正在不断强化，双方应该抓住时机，进一步推动美日联盟的发展。报告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以后，在防务和美日军事同盟方面呢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2022年12月宣布日本进行全面防务改革，未来呢要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2023年8月，美日韩举行戴维营峰会，进一步加强三方安全协调。2024年中断5年的美日韩三边军事演习恢复。这里报告对岸田进行了表扬，说他大胆超越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制约因素，提升了日本的安全态势，并与地区伙伴结盟，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值得称赞报告还说呢，日本已经向美国证明它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安全伙伴。我这里插一句，报告表扬了岸田这么多，但实际上美国最看重的就是岸田政府对美日韩三方合作的积极态度。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想把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呢合成一个，但韩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很深，都不积极，而岸田的积极态度呢使美国可以往这个方向进展。当然，报告的重点还是分析最近岸田访美之后美日同盟的走向。报告说，安全合作仍然是这次美日领导人会晤的重要议题，其中呢包括驻日美军的军事指挥结构调整，好让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配合更加顺畅。我这里补充一句，驻韩美军暂时呢对韩国军队有统一的指挥权，但驻日美军不一样，暂时对日本自卫队呢并没有指挥权，和日本自卫队是2个平行的指挥体系。另外，报告还说呢，美日还将加强军事装备的联合生产，还要加强对朝鲜政策的协调，同时呢，还将进行美日菲律宾3方面的协调，共同在南海开展行动。总的来看，这些举动将进一步提升美日同盟的有效性。但报告认为，美日应该向加强同盟的方向呢更进一步。为此呢，他提出了6点建议。一是增加驻日美军的指挥权，其实就是把驻日美军的权力呢慢慢的向驻韩美军方向发展，最终要达到可以在战时直接指挥日本自卫队。2是改善同盟内部的军事协调，这里呢主要是联合规划、危机管理方面的内容就不多说了。第3是建立美日联合特遣部队。4是扩大弹药和武器的联合生产。报告说，美国正在扩大与盟国呢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弹药，为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而日本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美国呢可以向日本授权生产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联合空对地对舰导弹和远程反舰导弹。我这里插一句，这一条呢明显是受到当前俄乌冲突那种弹药高消耗情况的影响。美国现在是在为可能的高消耗战争做准备。5是加强对台海突发事件的区域协调。6是促使日本加强与中国台湾的沟通和协调。应该说这6点建议基本上都与我们有关联，后2条更是直接涉及台海局势，值得我们关注。另外呢，这篇报告也是非常应景的，因为最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访问美国，而且呢动静不小，美日同盟的强化当然是关注的重点。那现在智库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美日之间的经济安全合作，这个呢也是第2篇报告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史汀生中心4月9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是应对经济胁迫，日本的机遇与挑战。我先插一句这里所谓的经济胁迫不是泛指的，而是专指的，就是指我们中国为维护权益而进行的一些经济反制手段。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呢这2年用的特别多的一种话术。这篇报告说过去10年中中国实施的经济胁迫行动呢超过了100次，而日本是最早的目标之一。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后呢，所谓中国向日本禁运稀土，
迫使日本政府释放被扣押的中国船长。报告认为，此次事件使日本呢意识到了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性，所以在事件发生后的1个月就推出了一揽子政策，增强稀土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日本进一步意识到供应链的脆弱性，开始实施促进经济安全的政策。2022年5月呢，又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报告说日本在这方面的努力当然不仅限于他自己，还包括积极推动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就经济安全达成共识，联合反对经济胁迫。目前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措施，重点是加强与盟国的技术合作和出口管制合作，保护日本的关键技术。这里最关键的当然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报告说美日在这一领域呢正在推进深度合作。在2023年5月美日领导人峰会和2023年11月的双边会议期间呢，加强美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所谓的经济胁迫是重要议题。在这次岸田访美期间，这也是双方讨论的重点。那美日在这方面的合作能进展多快呢？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谨慎的。他说虽然美国和日本原则上都反对所谓的经济胁迫，但在这个方面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是有挑战的。什么挑战呢？这里报告列举了2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就是围绕2024年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就是美国优先呢正愈演愈烈。在这种国内政治环境下，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样会受到冲击。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空间呢会受到挤压。日本政府目前呢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了。其次是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诉求。报告说日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呢也有着两面下注的动机，因为目前中国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两国之间呢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日本需要和中国保持稳定牢固的关系。报告认为，在接近11月美国大选的时间里呢，这些干扰性力量可能会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从而冲击美日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应该说，这一篇报告讲的问题非常重要，也是值得我们接下来高度关注的。好，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第3篇。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4月11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是全球门户通向欧洲外部气候安全战略。这篇报告的主要观点包括3个部分。第一，非洲是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重点。报告说全球门户计划呢是欧盟应对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主要工具。在领域上，与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是该计划的重点。在地区分布上呢，则以非洲为重点。计划对非洲投入1500亿欧元，占总投资目标的1半。第二，全球门户计划在非洲的投资重点是发电设施、电网和关键原材料，其中包括将非洲大陆的可再生发电能力增加1倍。第三，全球门户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互补。报告说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计划呢，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实际上两者并非对立。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呢，现在更加重视高质量和绿色投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趋势能进一步持续的话，那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有积极推动作用。欧盟可以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应该说，这篇报告提到的全球门户计划与一带一路可以互补，在道理上早就是成立的。但西方主流智库明确这么提，好像还是第一次，可能预示着欧洲国家对我们一带一路的政策会出现一定微调。好，本期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再见。